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.003左右。0.003，啊，不多不少，正好0.003。老黄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有可能是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呢。辛总啊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色差这0.003什么概念？那是微米的级别。哎，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，只差了毫米的1/1000。刚才宣总可是精精确确的讲，只差了3/1000。你要是真能看出这3/1000，那就见鬼了。黄经理啊，咱也不吵了。这样吧，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，我摆宴，当面给您赔罪。好啊，行。那我们拿去做对比，你们稍坐一会儿啊。哎，你也去啊？坐啊。哎，啊，你有谱吗？你要是丢人的话，你可别带上我，行吗？不是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？有过谱吗你？两本色差只有0.003，怎么可能啊？用数据说话。结果出来了，什么结果？怎么样？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。师傅，哎呦，黄经理，我这都是假把式，您的老技术、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。后生可畏啊！结果出来了，什么结果？再试一遍。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。给我起开！没有误差。结果还是0.003。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？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？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，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，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！是。小轩老师，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？来吧，咱们继续。来，请坐。老轩，啊，老轩，啊，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。哦，人家大雅斋先订了1吨的净皮，钱都到账了，说了1个月以后还得订1吨呢。哇，我的乖乖，那就是2吨呐！啊，那叫加班加点嘞。哎，有钱赚贪神累，不是有脑子有毛病吧？就是嘛，生意好了，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。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。哎呀，我负责好后勤啊！听到没有？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，好好唠纸。哎呀，晓得了呀，你把那烟也收起来啊。加班加点啊，可以。不过你们啊，得给我配副老花镜。行，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。那我不成了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头尾头子田大宝啊？哎，我看看吧。哎，你别说，挺像啊，如大人的吧？哎。来，最后一个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差不多了。
这个讲究的是齐了，没问题吧？同志们，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，要得到启发。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，要挖，深挖它的潜在价值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个万年红对联儿，老百姓很喜欢呀。对，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。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，啊，备受关注啊。所以啊，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，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。没错。老廖，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，开拓市场，这个呀，你要多上上心，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，好吧？哪儿还用得着我带队呀？当然需要你呀！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、有冲劲，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，沉稳持重，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。谢谢彭书记。彭书记说到这儿啊，那我就讲两句。好，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，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，拉来了不少订单。我希望啊，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，希望大家清楚，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。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？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，降降温，客观看待。廖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公啊，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，讲的都对啊，不能妄自尊大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哦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。彭书记说的对，说到实事求是啊，彭书记，那我就实话实说。好，笔记本这个事情，在经办过程中，暴露的问题也不少。哦，那你说说看。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，都给了宣家，别的厂子有没有意见？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，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，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，别的厂做不了。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，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宣言不授权、不认可，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。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，一番苦心拉来的，为了谁呀？是为了我们泾县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，而不是为了宣家，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。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。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，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？林然，要平衡好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让大家都无话可说，这是你要做的工作，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。我不是抬杠，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，这单子分出去了，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问题，你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呀？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，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？林依然，注意你的措辞。我觉得廖主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，你要高度重视，好好的总结一下啊。廖主任是你的直属领导，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。你当着彭书记面顶他，你再对都不对。那都是为了工作，有什么话不能说呀？你讲了有负面效果，还不如不讲。得了呗，我又错了。那我明天给他道歉总行了吧？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，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，成了他的上司。你现在这样做，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。
怪不得呢，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。是啊。廖主任，来，李然。哦。彭书记发话，叫你修改调整。不是廖主任，查廖。这廖主任写的稿子，我看没什么问题啊，挺正常的。正常。那彭书记要是安排个人来说咱们这一摊事儿都给他干，你觉得正常吗？越俎代庖是大忌。刚刚廖主任说的，彭书记发的话，这能怪我？我的姐姐，廖主任是什么人？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，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。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，那当老师委屈了，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。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。现在好了，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，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冤要是结下，可就解不开了。我呀，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，其他事我管不了。什么叫做好？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，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，当然，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。那我就改好，我先发给廖主任看，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。不是发给廖主任，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。麻不麻烦呀？哎，外卖到了啊，接一下外卖来。外卖，你的外卖，接一下外卖。哎，是不是你的外卖？哎，是不是你的外卖？要不要我拿走了？哎，外卖，哎，我的，你的外卖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螺蛳粉是吧？对，是螺蛳粉。好，谢谢啊。螺蛳粉，对不起。哎，螺蛳粉吃不吃？味儿贼正。啊，对，我给忘了，你呀不喜欢这味儿，我还多点了一份。哎，我那茶碗呢？我用一下你鉴赏啊！不行，雪岩，不行啊，雪岩，你那太臭了，不行。雪岩，不行！哎呀，这定力也不行啊，一碗螺蛳粉就把你造型给破了。宁搅三江水，不动道人心，你没听过这话吗？别标榜自己了，你要是真道人啊，我就破不了你的道心。我用下这个啊。哎，不行，这是我敦煌师傅做的啊，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，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。你说来说去，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。你吃个螺蛳粉，你要什么杯子呀？我不得喝水啊。来，用这个。哎，雪岩，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。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，就做纯正的古法纸。一方面是推广宣纸文化，一方面做直播销售。你觉得这事怎么样？你什么呀？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。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。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，但意思大差不差。你不就是想给自己打造一个非遗守护者、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？拜托啊，大哥，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？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。赚钱就赚钱，不丢人。你不赚钱，你怎么推广，怎么传承？真正的古法纸一刀几千块钱，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，那也不一定有人买。哎，你要是真想赚钱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人设还是往高大上了做，越高大上越好，就是这种一代宗师的范儿。但是落地销售就得便宜，一张3块钱，10张8折，还得包邮。你这不是卖假纸吗？
你卖书画纸嘛，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，都是靠走量，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，比你那一拍脑门子想的要靠谱的多了。我再教你一招，你卖纸的同时啊，教人家写字画画，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，用你的小脸再加一点点美颜，我相信，一定是一大票妇女会追随你，喜欢你。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。你记住了，要赚钱就4个字：流量经济。你握住了流量，就是握住了财富，懂不懂啊你？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，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。这个我可不信啊！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，做一张有品质、有良心的好宣纸，就没有路子走了。没有。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，会为了情怀买单的。这个还真有，1个月出不了2单。你师傅我爹。我恰恰是觉得，师傅做的还不够纯粹。纯粹啊，那就死得更惨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，必定会消亡。你错了，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，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。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、凤凰涅槃、枯木逢春。你再补一句，才疏学浅。你不也补不上？那老话说得好，你不给我倒点水。廖主任，这个稿子改好了，请您审阅。改好了，我还审什么阅？还有很多不足，请您指教。你这叫改好了吗？你这叫舍本逐末，丢了西瓜捡芝麻。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再修改。到处都是问题，满纸荒唐言。镇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？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哪里？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，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。我好好的一篇稿子，被你改的不严谨、不严肃、不扎实，马上拿回去重写。怎么重写？这样，廖主任，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。你觉得你写的很好是吧？我没有，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？你是在教我写文章吗？我在报社发表文章的时候，你还在幼儿园读阿窝俄伊乌语呢，拿回去重写。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，我发给彭书记审阅，听他的意见。你发给彭书记审阅，那你还找我看什么？平时我怎么教你的？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？廖主任他想改，你就按他的改，你取个中不就得了？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茅盾文学奖，你跟他较个什么劲呢？啊，我没跟他较劲啊。你没较劲，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，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，那也不好。哎，你看，彭书记说很好，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，很好。完了，你这回是把老廖得罪的透透的了。得罪就得罪了吧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山水有相逢，团结很重要啊，林依然。
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，但就你这情商啊，你活不过3级。其实我跟你说呀，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，哎，但是我就是不做，我气死他。林依然，你没救了！这对皮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，是吗？对，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。之后呢，还要再切皮、踏皮、滑叶槽等等等等。制作宣纸啊，总共有108道工序，之前要经历几10道才到对皮这一步的。那用机械不行吗？这多慢啊！对啊，就像豆浆机那样，就嗡嗡嗡一搅。你们是真会偷懒啊！对，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，可是檀皮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，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。明白了，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。对，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。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，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。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，这活要让我干，不出3天，我绝对就憋疯了。哎，快看，看这像不像笋干啊？这么好笑。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：3代遗规，尽在工匠，宁可手拙，也不能投机取巧。哎，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，连胶水都省了，哼，方便多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，10几块钱一副，啊，这么贵啊？我5副对联才卖几块钱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大雅斋跟宣永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，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。这谁不知道啊？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，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儿。乡镇扶持民营企业，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，咱们吃什么呀？这政府也不是宣家开的呀，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分点啊？这事儿啊，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。走，老肖，哎，宣纸笔记本的订单，大雅斋都给宣家了，你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，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。肖总，你是咱们会长啊，就得你去说啊。行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。哎，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。是的。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。钱师傅，哎，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？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。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，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。赶紧去。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，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。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？你有事儿，直说。好，彭书记不是把回顾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？我那儿呢，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，他们也想分一点做做。我去找书记了，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，所以我今天来，一呢是向你学习，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。您吃肉，让他们喝口汤就行，单子不用多，一点就好。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，也没先分我一个。哎呦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讲，辛总，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，那不就还好了吗？是吧？其实你别误会啊，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，确实是我们这单子太小，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。这样，今天晚上呢，我做东，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土菜，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2杯啊。这样你先忙，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，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。哎，肖总，肖总啊，饭呢就不必要吃了。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啊，你说。我这个人呢，
不在意单子的大小，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。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。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、复检、抽检，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？辛总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肖总，确实是不好意思，这个单子我不能分。哎，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？不，他工作认真是对的。师傅，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用啊。老薛呐，这笔记本的买卖呀，好做着呢。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，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。这生意可以做，哎。但是呢，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。现在这镇上啊，害红眼病的人多呀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说法，彭书记评评理啊！各位老板，都过来，都集合啊！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说法，小彭书记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2股和那些职行老板们找来了，好多人，我感觉他们要闹事儿。我讲什么？你不是能吗？我看你现在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？主任，你先别说他了。依然，肖明找过你没有？他没找过我，找过宣言，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，宣言没同意。你跟宣言说，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。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，压低价格，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。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？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你不但没部，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，都不一定。好了，廖主任，行了，廖主任，别去，我去就行。你给我回去，好好待着。廖主任，哎呦，廖主任，不能去，他们是冲你来的，你回去依然。廖，行，阿虎，你有话好好讲，对不对？你想干什么？冲动是魔鬼啊！大家啊，先冷静冷静。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这么大声嚷嚷，怎么能解决问题呢？咱们呢，一会儿到会议室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聊。这笔记本的事儿是雷依然干的，你让雷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。对，让雷依然出来！鬼呀！我在这儿呢。啊？哎，雷依然来了！你得给我！行，不用。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，真牛！我们就想问问啊，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，就直接给宣家了？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，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、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。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，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。你们要是有什么话，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！你这推导的挺干净啊，以为我们是傻子呢啊？谁都知道，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，全镇都知道。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，一个大台一个唱戏，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呢啊！给我胡说啊！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！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都可以不在乎，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，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，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、恶意降价？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，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。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，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。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，你们呢？
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？哎，你把这话说清楚啊！谁偷工减料？谁无序竞争了？谁？你说谁？你说清楚！啊！这个各位啊，都冷静一下。待会儿呢，我们上会议室，我们细聊啊。老薛，老薛，那个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，到处跟人讲林一山护着咱们轩家。老朱，把这弄着，我们走。啊，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，他打电话来说，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，如果事态发酵，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。这回真完了。林然，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，你就彻底没补了。廖主任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，想争取进步，想往上爬，但是我真的没有。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，就做到最好，对得起大家，对得起自己，那就没有错。谁啊？我。你小敏打电话了吗？打电话？打什么电话？小敏给彭书记打电话，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，向组织上请辞呢。他就是在装蒜，这件事情他有责任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。彭书记不在，我来主持工作。哎，都坐，都坐，都坐。马上联系宣言、欣然，还有肖民都叫过来，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。二虎他们吵来吵去，无非一个例子，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林然，你给宣言打个电话。怎么着？不接？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不接。宣言什么意思？想独吃独占呢？这一到关键时候就缩了。宣言这个不靠谱的，关键是个掉链子。算了吧，他对技术那么严谨，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？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，都要你扛着吧？依然，可能要委屈一下你，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，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。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。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。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。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，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，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，包括彭书记，谁担得起呀？订单给谁不给谁，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，我没什么意见。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，所以我不能道歉。胡闹，这不胡闹吗？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？我没有犟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廖主任，廖主任，你，我支持林依然，不道歉。哎，廖主任，他不知道后果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你也跟着他跟原则。是林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、无序竞争，可他说谁了吗？给谁道歉？他说的这些现象，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？有什么歉可道？你不能这样啊，师傅！我不是你师傅。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。他是我的手下，他有错，我不包庇他；他没错，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？哎，这不是说谁欺负谁的问题。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！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，他们就得往市里告，往省里告。这事情闹大了，谁能跑得了？师傅，你不想争取进步，行。我跟你不一样啊，我一没背景，二没资本，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。不容易，也不能黑白不分。不容易，也不能折了筋骨。
林依然，你去不去？林依然，咱不道歉。罗副镇长，哎，罗副镇长，宣老爷子和宣言来了。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，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，但换句话来讲，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，挨家挨户都有饭吃。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，马上就得黄了。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，难道还留着传代啊？就是啊。哎呀，还能流芳百世，成为古董啊啊！笑话。二虎哥，咱们讲道理，别抬杠。再怎么说，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，别拿无知当无畏。按理讲，这是我设计的，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。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儿的，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。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3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啊，有谁愿意做，平均给大家分了。第二句呢，可以分，但是不能砸了牌子，对不起老祖宗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宣永年看得很重，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。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，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。二虎，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，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呀，把纸社做到上海、广州、香港和东南亚。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，而且相互扶持。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，别把碗给砸了，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，更对不起子孙后代。宣叔叔，还有最后一句话，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，人家是个女孩子。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，跑回家乡来搞建设。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！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，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。把自己的活儿干好，别丢了桃花镇的脸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就说到这儿，谢谢。老爷子，哎呀，这回太谢谢您了，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啊！没有。二虎哥，等把这活干完了，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？说他一句，他能动一下，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。老有主意了，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。反正啊，从你生病到现在，护工已经换了6个了。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人都是相互的，你对他好，他就对你好。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？你对他就是再好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家里有家属看着，那能好很多。这山中无老虎，可不是猴子称大王吗？
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，我是真不知道再叫谁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那就不治了，回家。不是要我说，师傅啊，就是太好讲话。给我的话，你们爱谁闹谁闹去。这钱挣到了，搁自己兜里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，人家是帮我们。帮到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厂子倒闭了，我看哪个管你。该你操心的操，不该你操心的，别瞎操心。哟，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了的。嘿，你一老管暗条的，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！对呀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不尊重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。他老婆本儿都没你演戏是吧？啊，你演戏是吧？你演戏了！老家们啊，你过一边去，过一边去！你打我！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，值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